李黎、麦麦正进行一场激烈的乒乓球大战。前来观赛的狐狸猫却不小心踩到滚落地上的球，乒乓球有了凹陷。有什么方法能让凹陷的乒乓球恢复原状，比赛可以顺利进行呢？李黎冷静地看了看球，确定球没有破洞后，拿了一杯热水，把球丢了进去。没想到凹陷的部分竟然慢慢膨胀。为什么泡热水就能让凹陷的乒乓球膨胀回原本的样子呢？大多数物质受热时，体积会膨胀；冷却时，体积则会收缩。所以将乒乓球放到热水中，乒乓球里的空气受热膨胀，就能撑开凹陷的地方，让乒乓球恢复原状。当物质受热，体积膨胀的现象，就是我们常听到的热胀冷缩。不过物质受热时，体积一定会膨胀吗？少数物质受热时，体积不但不会膨胀，反而还会缩小。水就是其中一个特别的例子。在4到100度 C 的范围内，水就像大多数物质一样，随温度上升，体积会渐渐膨胀。然而在0到4度 C 时，温度升高，水的体积反而会缩小。如果观察4度 C 水，会发现不论升温或降温，水的体积都会膨胀。所以4度 C 的水体积最小，密度最大。利用热胀冷缩的特性，总算让乒乓球大赛顺利进行。在激烈的比赛后，李黎、麦麦汗流浃背。我们都知道，天气炎热或运动时，人体能借由流汗散热。那么，请你想想看，流汗能利用什么原理带走人身上的热呢？这是因为汗水会蒸发为水蒸气，这个由液体转变为气体的过程中需要吸收热量，因此就能带走人身上的热，达到散热的效果。由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知道，物质三态变化需要热的参与。固体受热会融化成液体，液体受热会气化成气体。若是直接从固体变为气体，称为升华。这些变化的过程都需要吸收热量，而反过来，气体凝结为液体，液体凝固为固体，以及气体直接凝华成固体，这些过程则需要放出热量。现在请你想想看，既然物质状态变化需要热的参与，那么加热使-50度 C 的冰融化成50度 C 的水，这个过程温度会如何变化呢？当我们开始加热-50度 C 的冰，温度会逐渐上升。到了凝固点0度 C 时，你会发现固态的冰渐渐融化成液态水。这个时候，热源供应的热量提供给固体的冰融化为液体的水，所以温度不会上升。同时，这个阶段会观察到冰与水共存的现象。过了一段时间，当冰块全部融化成液态水时，又会再度观察到温度逐渐上升。同样的，到了100度 C 的沸点时，热量提供给液态水气化为气态的水蒸气，所以温度不会上升，直到所有液态水都变成气态的水蒸气时，温度才会继续上升。最后做个重点整理，水在0度 C 到4度 C 之间，体积热缩冷胀，热会使物质状态发生变化。最后给你一个小问题想想，观察下图，为什么液态水转变成气态的水蒸气所需要的热量大于固态冰转变成液态水所需的热量呢？欢迎你去寻找答案，留言在下方，我们下次见。